气候战略怎么成了中国遏制美国的陷阱？西方白左自己酷爱捆绑游戏，这跟中国能有什么关系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前几天，美国的特使克里到中国来天津嘛，跟中国谈气候合作问题。而气候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如果双方开诚布公的进行合作，一方面呢对全世界、对双方都有好处，另一方面呢也是中美关系走向缓和一个台阶。但是这个问题好像谈的呢也不是很成功，而给人感觉不成功的原因呢，是西方世界在环保问题上的立场跟我们差距太大了。有时候我们可以认为这些立场差距有一部分原因是政治因素导致的，但是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真的是西方社会出现了整体性的治理缺陷，而且这个缺陷变得越来越严重。美国的外交政策网站最近登出一篇文章，说现在气候政策已经成了中国捆绑美国的一个陷阱，导致美国为了环保，很多产业不敢发展，潜力不能发挥，而中国呢不管这一套，所以迎头赶上，抓住机会。那么未来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，美国就不能做任何承诺，避免进一步落入中国陷阱。按照这个逻辑美国以后在环保问题上有什么样的退步，有什么样的退缩，都要赖到中国头上去。这就是政治方面的因素。基本呢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，让一些国家感到惊慌，所以用环保为理由，必须要打压一下、遏制一下中国的发展速度。最典型就是减排问题嘛，通过碳排放量这个问题，让中国放弃某些产业发展，让中国的某些产业不能形成规模，然后打击的是中国工业体系完整性。我们以前也说过很多次一些人喜欢打环保牌，鼓动的就是中国的城市老百姓的情绪，然后呢，利用老百姓的情绪去对中国进行某些控制。比如说，通过柴静那个电视片，让中国放弃使用煤炭，扩大石油、天然气进口。通过这样的能源控制，让我们的经济命脉呢，很大一部分捏在国外手中。然后呢，另一方面通过汇率、关税压低中国产品的出口价格，另一方面呢，提高中国的工业成本，提高生活成本，西方呢就可以两头大赚。另一方面呢，国外确实有些言论真的是因为自己特别蠢，比如说那些白左群体思维，他们价值观里边追的很多东西在我们看来都是没有理性、无法接受的。偏偏这些没有理性的思维，现在在西方还根植于民众之中。举个例子吧，最近国外有些人嚷嚷着为了环保组成个团体，这个团体讲究是坚决不能吃肉，只能吃素，而且很多年轻人加入。而国内居然有人也跟着学，一起吃素，甚至国内还有个教授说，中国人就不应该吃稻米，这样才能降低大气中的甲烷含量，居然还写成论文在国际刊物上发表。甚至你植树造林都不行，你这儿种树，国外媒体呢就有人说你是每年强制上亿棵树木存活。你把沙漠改成绿洲，就有人说要拯救濒危的沙漠。所以这个气候问题真要达成合作，还不仅仅是凭着良好愿望就能达成的。环保本身没问题，是好事，但环保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民生。我们搞环保，首先是为了保障中国人民的利益，然后才能去谈国际义务。西方有些人呢，喜欢创造一些新的道德，用这些道德进行自我捆绑；还有些人呢，想利用这些道德造舆论，再给中国挖新的坑。所以我们不能够给西方那些政客任何机会，让他们用他们的道德来捆绑我们。中国在环保问题上所付出的不必要代价已经过多了，毕竟要是我们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也没有必要和义务太多去考虑照顾别人。好，关于环保方面，中国跟国外应该如何开展合作，我们的底线究竟应该在哪里？今天呢，我们就说这么多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